我真的求求国内的游戏大厂别再学原神做开放世界手游了。原神这几年的成功真的是误导了国内很多游戏公司的大老板啊！去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总收入和用户总规模是8年以来第一次下降，当时很多上市公司着急的不行。到了2023上半年突然所有的国内游戏公司都要上开放世界手游，版号常态化后，大家都在玩命刨冰。如今2、3线的游戏大厂都有一种幻觉，就是我们技术与运营的底子也没比米哈游差太多，原来我们离做3忘2赶猪超额就差一张无缝大地图了。主场的 boss 们则觉得原来我们离全球化就差几张无缝大地图了，鹅厂的 boss 们则觉得原来我们离正向口碑就差几十张无缝大地图了。我真的是非常担忧啊！育碧老狗在5年前就展示过，让 AI 通过自动学习来创造 3D 开放世界，开发者只需要在绘板上画几条线， AI 就能在很短时间内自动生成完整的地形。哎呀，你说今年又是生成式 AI 大年，国内大厂搞这个概念，连 AI 的热度都蹭上了，美术们工资下来了，股价却再次坚挺起来了。将来一个公司一年开发1000个无缝大地图，10万个人工智障 NPC， 让玩家们天天在大世界的夕阳下奔跑，帮这些 NPC 收集材料、送信，以及寻找他们的女儿、母亲、四姨、二大爷，还有狗。我是山里面来的狗。来，请在屏幕上打真实。等找到小狗并陪小狗玩完追逐游戏，就可以解锁下一个山沟继续跑了。但是你也没法说黑暗太黑暗了，因为这些游戏公司的老板们有可能还真不知道，其实很多人在2年前玩开放世界真的已经玩吐了。中国 99% 游戏公司的老板他就不爱玩游戏，他们要么忙着玩足球，要么忙着攒孩子，要么忙着给100个男性朋友借钱，要么忙着直播卖笋，要么忙着讲物理课。别笑，你以为某湖最近这几年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啥？整个公司全靠天龙八部续命，只有那些非游戏公司的上市公司老板才心念游戏，能打成国服第一蔡文姬。但是也要提醒这些公司啊，现在不是2015年啊，马上要2023下半年了，索尼都已经成为 AMD 第一大客户了，微软、任天堂都联手了， Switch 上能玩 Xbox 作品了， MC 都能让 OpenAI 通过自己看视频自学造钻石镐了。行业里2、3线的老板们真的别糊涂，大家清醒一点啊！不要相信开放世界手游可以挣快钱，这毕竟是一个从端游和主机领域出来的概念，做的门槛巨低，做好的门槛巨高，会让企业浪费掉真正布局未来的钱。国内传统的买量帮要是扎堆做开放世界手游，已经没有用户增长给你做了，本质上都是做用户的迁移，是抢人家的用户。因为一款开放世界手游动不动10几个 G， 手机容量就那么大，指望大家把崩3、原神、崩铁都删了，去尝鲜某小厂的新作，真的是难于上天呀！还是说寄希望于王国之泪一出，大家就会把 Switch 借给亲家的熊孩子，因为任天堂会干扰我玩全新的垂类开放世界手游。对，还有这个垂类开放世界，不少游戏高管退休跑路之前，为了忽悠老板和媒体啊，真是啥概念都造得出来。都垂类了，你还整非线性的开放世界玩法，难道不是伪需求吗？请大家在屏幕上打拒绝低质开放世界。这期视频啊，我们就深度讨论一下今年开放世界手游各种泛滥的现象。作为微轮赌神、交界地穿搭之王、鉴于2番队全勤奖得主的我，也会好好讲一讲为什么米哈游的原神更多是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而不是玩法创新为主，以及为什么游戏产业大资本未来抛弃线性叙事是必然，游戏与电影在接下来的10年终将分道扬镳。上世纪的20年代绝对是内容行业疯狂掘金的时代，在美国每个星期2万家电影院能卖出1亿张电影票，对，不是1亿票房，是1亿张电影票，任何一天都有约1/6的美国人在看电影。电影院的规模也大，大电影院观众席能有2000个以上，而且当时的电影无论你拍出来的东西是个啥都有人看比如有制片厂会在以巴黎为背景的电影里放入海滩场景，在被质疑巴黎没有海岸线时，当时的顶级制作人欧文·托尔伯格会说，了解巴黎的人可不多啊，我们总不能为了迎合他们拍电影吧。这期视频我们用一些时间说电影，绝对不是只为了用一个简单的隐喻什么的，而是为了说明海外的游戏大公司早就意识到，在内容展示上模仿电影就是个死胡同，因为电影业已经用了整整100年的内卷，验证了非常多东西了。
1923年，著名的影视公司华纳兄弟还是一个小电影公司，他们偶然尝试用一只德牧狗作为主演，拍摄了一个低成本动物电影片，火了。于是这只叫任丁丁的德牧竟成了华纳兄弟的第一个签约对象。华纳尝试了一种操作，既然它这么火，那我就用这个狗子套固定的故事模板，无限出续集呗。所以只要华纳财务上不行了，就再上一个任丁丁系列的电影。这只狗子短暂的14岁狗生中愣是帮华纳兄弟拍了26部电影。华纳还弄了这个狗的后代作为20、30、40来拍。最近20年华纳基本完全就是不整新活了，就抱着 DC 中土世界以及魔法世界3个 IP 反复拍。近5年则基本全是靠 DC 去占漫威了。所以游戏界育碧公司近几年流水线制造开放世界的打法有点像10来年前的华纳兄弟，就是把内容做到 7.5 分刚好，出年货。如今 DC 漫威的密集轰炸也在不断的抢占其他类型电影的生存空间，毕竟这个模式太香了，高度的确定性，连导演都被资本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了。超级英雄的剧本公式就是简单的交代英雄的能力与背景，然后揭露一些英雄生活中的小烦恼，一定得是跟普通人一样的烦恼。英雄身边的凡人好朋友要有脸谱化的性格，每位朋友的性格代表英雄性格的一面，然后感受召唤，遭遇挫折，跟朋友产生矛盾，最后战胜 BOSS， 回归日常大团圆。当然我说的比较简单，实际3幕结构、性格弧线、旅程轨迹线的设计就像一个个精准咬合的齿轮一样，已经流程化到极致，相应的投资回报率也都比较固定了。当电影进展到这么个程度时聪明的世界级的游戏公司也彻底看透了，游戏不能一直跟着电影学，电影化叙事的游戏走到头真的就是死胡同。为什么呢？曾经有无数的游戏人致力于做出可媲美电影的游戏。96年第一个 3D 游戏古墓丽影会在开头使用类似电影的运镜，第一代生化危机会使用真人拍摄 OP。R 星母公司的老板21岁就开了游戏公司，他创业时也曾靠家族人脉不断的邀请著名演员出演游戏中的角色。小岛秀夫毕生最大的目标是得奥斯卡金像奖，因为他希望有一天游戏创作人也能被电影接纳，能够得到提名。一代代游戏人想办法真实，但是等引擎技术上来，游戏画质真的能做到跟现实一样，甚至比现实还现实时，感官刺激进步空间变小。大型游戏公司意识到，如果这个行业再不断的往电影上靠，第9艺术游戏会完全变成第8艺术的追随者，不仅需要被传统好莱坞影视的权力网络支配，还要跟电影一样考虑公众影响与正确。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谈最后的生还者。对这是索尼的一个很火的电影叙事游戏。第2部就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开发这个作品的工作室顽皮狗营收占索尼总营收的 1% 都不到，而且很大程度依赖了索尼影视板块的资源。索尼影视财务上真的是长期拖索尼后腿的一个板块。电影感的线性叙事游戏还有一个商业缺陷第一波卖不好基本也就凉了，因为电影可以去禁止主播们去播自己刚发售的电影，游戏行业却很难这样，你不可能去打压玩家间的剧情直播分享。虽然咱们当一个云玩家也会有很好的体验，但这也会让电影及叙事游戏难有好的长尾收益。曾经这是咱们剧情党的福音但以后不好说。所以我们看到微软在买游戏公司上几十亿上百亿毫不手软，但直到今天坚决不往影视相关的业务上做过多投入。腾讯在2003年初更是裁掉了整个 XR 部门，过去这个前沿技术主要的应用场景其实就是影视与类影视游戏的虚拟拍摄。育碧更是持续的开始搞公式化开放世界。开放世界还有一个资本特别喜欢的特质，未来整体成本能继续降低。就像前面说的，越来越多的环节 AI 可以做，而且做的越大边际成本越低，不像做超高质量的 CG 边际成本难以下降。只要有了开放世界的功能80个小时以上的游戏时间基本就稳了。你想速推，给你来个等级压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开头说的现象，深度游戏玩家开始越来越疲惫。玩家们反抗的方法就是，既然如此，你不打折到骨折价，我是不会买的。新游戏可能1、2年后才被更多的人玩起来。如果这股风潮继续流行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甚至会在几年内让游戏在玩法上继续退化。这种退步是悄无声息的。那不要忘了，GTA 系列最宝贵的核心是打砸抢的吸血体验。
Minecraft 的核心是物品巧妙的合成机制与好玩的建造，大镖客2的核心是历史的高度还原，老头环的核心是天马行空的美术风格和魂类游戏的吊魂机制，这会让你对资源异常珍惜。要知道我自己在蒙格温银行刷魂的第一天我当天开心的感觉甚至可以类比在现实中一夜套现了一大笔钱一样。而旷野之息真正好玩的地方对我来说是120个神庙、4神兽、4主城的各种解谜过程，哪怕这款游戏改成必须按大魔王贴心安排的成长路线去玩，它依旧是一款极品游戏。所以并不是说开放世界把上面这些游戏拯救了。那为什么我说原神能成功，开放世界也不是最关键的呢？因为一款传统的开放世界 3A 100个玩家玩的话，多数人也就高频玩上100个小时左右，在浅玩上50个小时也就快换游戏了。可能只有几个人会高频的连续玩很多年，2周目、3周目的玩。但是我们看米哈游，崩3大量的人玩了6年，原神现在已经是第3年热度不减，因为大多数玩家玩它更像是追章节网络小说的场景。大家回想一下须弥刚出来的时候，当时你是想先快速推剧情故事见到小草王呢，还是想先把探索度开到 50% 以上呢？答案很清楚了，开放世界重要，但不是那个绝对的核心。说实话，我作为一个野炊粉，原神刚公测那会儿，部分原神和塞尔达的对比图出来，我也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借鉴的不要太明显好吗？但是玩了一段时间后，发现那些元素并不关键，或者更客观的说，原神初期确实有心思想借野炊的东风，比如也把秘境副本做得很重，但很快它变成另一个东西了。米哈游无论借鉴谁倒是也都承认，这次米忽悠公测星铁也更精了，直接把女神异闻录的制作人请过来一起做个专访，一上来就摆出一个姿态，女神异闻录是我们的前辈，在沉浸感体验上我们向这款游戏借鉴了很多，但是星铁未来的期望是打造出能玩的动画番剧的。目前米哈游真正的优势是能够持续输出章节式的高质量故事体验，小章节6周一更新，大章节半年一更新，我管它叫大章节运营，类似一个不断更新的网络小说一样，这个才是崩3原神崩铁的共性。光盯着开放世界是看不懂米哈游了。国内的 MMO 游戏时代，你基本退游1年再回来，数值装备就彻底跟不上了。暗黑破坏神2开创了属性系统、技能树系统、套装系统、宝石嵌入系统，这4大系统对后来的 MMO 影响巨大，也是大型多人在线游戏中产生虚拟社会等级的基础。靠虚拟社会等级与工会纷争刺激高额消费，退游归来看着昔日身边的人数值爆炸，则会有一种已经落后了融不进去的压力。而原神类似看小说像看动漫的模式呢，我可以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关键米哈游还把这种不输 3A 的故事体验给免费了，然后去收取更多人对角色喜好的钱，而不是斗争的钱。所以游戏界的人会说，网易有本事让600人每人充100万，腾讯有本事让1亿人每人充6块，而米哈游选择让100万人每人充600，这就需要构建海量角色的极致打磨与故事的世界观可延展性强2个壁垒。我为什么开头说今年很多国内开放世界手游做的很离谱呢？用这个噱头的，他们会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往里装。比如有的游戏甚至会让我们的主角随身带着马桶，好随时进行一个答辩。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目测将来肯定是可以充钱升级马桶材质的，哪怕是当乞丐乞讨都有霸气乞讨、假哭乞讨、磕头乞讨等6种方式，真的是满满的细节呀，以及 60% 的屏幕都是 UI， 这些 UI 学习成本太高了，很适合给大家出个考卷，觉得不同割裂的区域是给你体验主线剧情提供障碍的。世界上本没有路，有了腿便有了路，然而当自动寻路功能开启时，我又怀疑人生了。这时候也想起一位国外游戏评论家颇有哲学性的观点，如果一款大作把小地图的作用设计得过于丰富，人们会习惯性把视线都注视向小地图，从而忽略其他的提示与风景，大作反而变成了收到任务沿着小地图虚线走的无聊小游戏了。当然在鹅厂的游戏里受不了，还可以充钱充豪华敞篷跑车，是不是很符合废土世界的设定呢？野外被攻击时卡顿不是服务器的问题，那叫快慢刀，将来出宠物系统可以再创新一下，靠氪金获得10级仿生泪滴大哥，很多主线剧情 CG 也能省就省了，甚至开始大篇幅的用文字或者静态图片交代背景故事了，美术甚至已经页游化了，反正有大地图来掩盖单薄的剧情贫瘠的内容。当然我更相信
他们压根儿就没考虑剧本，而是先把大地图做出来，再拆分给不同团队，随意填充游戏与支线元素，真的是成为了世界的主宰。最后还能美其名曰多元，那体验就像你以为开放世界是一桌满汉全席，没想到第一道菜是米饭就馒头，第二道菜是米饭拌面条，第三道菜是馒头夹米饭。你玩了半天，再过2星期，竟然没有一个支线任务的剧情能记住。人的一生啊，如果过太多自己记不住的时光，真的是一种可悲。你像世嘉做索尼克开放世界，光荣出真三国无双开放世界，虽然被很多玩家诟病，但基本没有瞎做或者摆烂。但是最近6个月，国内很多产品基本能达到每玩1分钟都能让你有无数的槽点。他们以为自己做的是原神 like 游戏，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哪怕像云锦这样的非5星角色，米哈游也是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去打磨各种微小细节的。米忽悠自己也说，单一角色这样高品质打磨并不难，难的是所有角色都要达到这样的水准，还能批量疯狂生产，角色数量上去后也没有审美疲劳，角色与角色之间的联系又会加强你新的感觉，形成新的飞轮。比如突然老牌角色凯亚又开始推动关键剧情，米哈游的自杀式打法其实已经击碎了头部公司的认知，你得既有资本还有时间沉淀才能做到。所以中国市值1000亿人民币以下的公司啊，做原神 like 游戏都是不会有机会的。而且我认为未来5年新的游戏交互方式也会出来，现在刻舟求剑做原神 like， 即便做到旗鼓相当，跟随者也会有5年后依旧无法收回成本的风险。那为什么国外的公司没有诞生这种大章节式运营内容免费的商业模式呢？这种大世界观真的很难设计吗？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啊，还真挺难的。米哈游的文案编剧强，其实跟中国整个网文产业强有关。国内能写大世界观框架的人才非常多，都是内卷出来的人才。比如拿原神的故事跟网文比，原神可能只是偏优秀那一档，网文是个内卷出火星子的行业，以天为单位章节更新、章节付费的模式，中国算是世界首创。因为起点在很早期就发现，海外的电子书按季度或者按月出版的模式，在国内不可能玩得转，马上就被盗版。于是国内的小说平台就让作家玩命，以天为单位更新，就这还防不住比去格。我们只说平均水平的话，美式小说或者漫画世界观确实小很多最牛的基本也就是从地球到外星人就完事了。首先是因为信仰问题，他们也不敢动不动就弑神啊，徒手把天使捏爆什么的，所以碰上奎爷才新鲜。再次就是咱们开头说的，因为海外电影产业历史悠久，顶级的创作者其实优先还是去干适配电影的编剧。国内要是有国外那种历史根基啊，我吃西红柿天山土豆啊，肯定也不会跑去写网文去，都写电影去了。他俩的网文作品读过的可以屏幕上分享一下，像天山土豆最早用魔兽争霸题材的一个英雄就写出了260万字的魔兽剑圣异界纵横，老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再多写写该比魔兽官方小说都长了。这都是15年前的作品了。如今国产的各种故事，不客气的说，世界观真的是大到吐。最基本的得有神有魔有仙有佛陀，然后天上还有新的岛旧的国。如果米哈游后期想整个什么天理上头有天地，天地也有大追忆，提瓦特本身不封闭，须弥造出了时光机，兄妹俩再换个星球也很容易，大家再追个6、7年也不难的。而且原神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通过国家来映射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价值观与治理特色，实现各个文化兼容，这个融合算是成功了的。在全球化的同时，还避免了很多的 ZZ 正确。等天空岛出来，说不定也会尝试融合多元的信仰层级的文化。米哈游也有消息放出，他们希望靠 AI 技术来做出角色无论被搭话多少次都不会重复一样的台词，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玩家对角色投入更多的感情。目前原神公布出来的纪录片有限，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崩3的纪录片中寻找到米哈游做内容的一些答案。其实这家公司一直都有很强的赌性。做崩坏1时，创始团队里的人会选择延期毕业，崩坏2不到1年做了1个多亿营收后，全部投入到了崩坏3。结果上线第2年春节日活掉了一半，团队决定继续优化故事，蔡浩宇也依然会在一线写代码。崩3开始觉得只做8个月就能做完，结果做了2年，又更新了6年。而这6年，在很多关键的节点，团队都会冒险做一次又一次的赌博。在最艰难的时候，编剧会魔怔到边走路边扮演游戏里的人物自言自语。团队经常在凌晨2点、3点、4点群里发句话，发现一个一个全冒出来了。
制作人甚至会说，我要去完成我在梦里对齐安娜的一个承诺，把她的故事讲完。于是一个靠动作游戏讲 IP 故事的离谱目标就这么干成了。崩三的探索也首次验证了手游把 IP 做重的模式是成立的。大章节运营初见成效，崩三的10亿利润，团队拒绝分红，继续投入原神，终于破圈封神。以上孤步自封的老牌大厂又能模仿几分呢？